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聊小米电动车安全的问题啊。那在聊这个电动车安全问题之前啊，我首先呢需要就我视频前面对事故位置的标记错误啊做一个更正啊。那么在通过查阅这个遇难女孩她男友的这个打卡相机位置啊，它的信息呢，我发现事故的确切位置啊，应该是在安徽省崇阳县藕山镇347国道附近，也就是事故处理的交通队所在的位置啊。这和从武汉出发前往池州的路线是相符的。那这个标记错误啊，是由于我掌握的资料不够全面啊，以及呢我没有能仔细的核对第一手素材造成的啊，在此也表示歉意。那么在2025年3月29号晚22时40分左右啊，一辆小米苏7标准版在行驶过程中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啊。根据官方通报啊，事故发生前呢，车辆是处于 NOA 智能驾驶状态，以116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由于路段施工啊，车辆呢需要改道，最终呢就和隔离带水泥墩发生碰撞。那碰撞前啊，系统记录的最后速度是97公里每小时。那这起事故啊，最终造成3名年轻人死亡，给3个家庭啊都带来了难以愈合的这个伤痛。那死者的家属的描述啊是令人心碎的啊。他说呀，我女儿和她的同学被活活烧死。那我到殡仪馆去做 DNA 采样，见到女儿的遗体已经碳化了。你知道什么叫碳化吗？也就是只剩下骨头架子了。所以这个悲剧啊是无法挽回。但是啊，我们是有责任去理解它啊，去防止类似事情再次发生。之前啊，我讲过小米有强大的舆论控制能力。你看。这个遇难者的母亲的微博现在已经清空了啊，小米的和解手段看来是凑效了。那虽然晚了啊，但是很急，但是野渡还是有人的。你能捂住墙内的这个发声，他有块估计你不能让他们都关门吧，是吧？这个说来也巧啊，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固态电池的发展，凑巧呢就搜到了一篇3月份啊刚刚发表的这个电动汽车的电动系统综述的这个文章啊，题目是呢汽车电池包标准和设计特性啊，这么一个综述，叫 Automotive Battery Pack Standards and Design Characteristics A Review 啊。那这篇综述啊，就全面的介绍了电动汽车电池包的标准、设计特性以及未来的趋势，非常适合我们分析这次事故背后的技术问题。这篇综述啊，它是从汽车制造商的角度，系统的介绍了这个电动汽车的电池包的各项要求、标准和技术特点。主要内容包括呢，第一就是电器要求啊，就是电压水平主要是350到880伏啊，800伏，能量密度呢是不断提高，而且充放电的这个特性也在不断改进。所以这个论文指出啊，高压系统800伏是未来的趋势，它有助于提高效率和支持这种超快充电。第二个呢是安全标准啊，就详细介绍了呢，ISO 26262啊，UNECE R100这些安全标准，就涵盖了电池的在碰撞、过充电、过放电、温度过高这些极端条件下一些安全要求。第三呢，就是热管理系统，就是强调了电池的热管理，就 BTMS 对于防止热失控的重要性，介绍了主要的这个热管理技术，比如说主动被动冷却、相变材料啊，比如 PCMS 以及浸没式的冷却等等。第四个呢，就是电池的管理系统啊，就是 BMS 啊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它介绍 BMS 的核心功能，包括电池状态的估计、SOC、SOH 以及温度监控、电信的均衡。那第五个呢，他们就是展望了未来的趋势，预测了几个关键的发展方向，包括呢能量密度的提升，那比如可以达到每公斤270瓦时，和电池包容量的增加，就100到150公里千瓦时，那使得每次单次充电续航啊都可以达到1000公里以上。但是啊，让我们担忧的是啊，这一篇综述虽然全面的讨论了电池技术但是呢，很少提及电池和整车系统的这个交互，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逃生机制论文的第13页在热管理系统与安全部分就直言不讳的提出这个热失控一旦开始基本无法从外部阻止
因为反应本身它会提供继续反应所需要的这种热量和氧气，而电动车呢，通常是由数千个电池这些单元紧密的排列，所以一个单元的热失控可以迅速蔓延至邻近单元。所以这段话就揭示了电动车核心的安全问题的困境，就是当电池开始热失控，几乎没有有效的办法来阻止这个火势的蔓延。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在实验室测试的这个电池这种碰撞往往表现良好，但是在实际道路上就频频起火呢，对吧？那么通过这个分析论文里边关于测试标准的这个描述啊，特别是像第15页啊 6.1 UNEC Regulation Number 100啊这一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出实验室测试啊，它和实际道路之间是存在显著差异的。第一个就是测试条件的简化，标准测试啊，它是受控的环境，通常呢只针对单一变量进行测试，比如说机械撞击啊，会按照特定的加速度值和时间进行，而真实事故中的碰撞啊，它涉及到多个方向的力、扭矩以及减气力。那第二个呢，就是碰撞能量的差异，实验室里边测试到的这个大概100千牛的这个力在100毫秒下作用于电池包啊，就是标准上的啊，而高速公路上的真实事故啊产生的能量可能是远远超过这个标准。那么小米苏7这个事故，大家看到接近100公里的速度产生的冲击力和变形啊，远比它的测试条件更苛刻。第三呢，就是多重失效的这种叠加，真实事故案例啊，常常是多种失效模式是同时发生啊，比如说电池变形导致内部短路是吧？冷却系统受损啊，还有 BMS 整个电池管理系统失效，高压线路损坏啊，还有呢就是实验室啊测试啊，往往针对单一故障模式进行验证。那第四啊，就是动态的环境因素，就是道路事故啊，它的动态因素，比如说汽油泄漏，就是混合动力车里边啊，道路摩擦产生的火花、极端天气条件等等，在实验室里边你是难以完全的重现的啊。那当然了，第五个呢，还有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取样偏差。我们通常啊只看到了媒体报道的这个起火事故案例，虽然小米这个事故被压了3天啊，而没有起火的事故啊是很少引起注意的。这就给我们造成啊电动车事故它必然引起起火的这么一个错误印象。那当然最关键的是这个论文里边啊对于碰撞测试的描述是相当简略的，各项测试主要是以列表形式呈现，缺乏深入分析。所以呢，文中对于验收标准的描述是什么呢？电池啊不应该出现任何火灾、爆炸、电解液泄漏，还有什么绝缘电阻降低这些情况。但是从小米苏7的这个事故来看啊，实际高速碰撞的这个电池表现和这些测试标准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所以呢，这篇论文啊就反映了我们说当前啊这个电动车全球范围内安全研究领域的一种常见的思维模式，就是把电池包当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技术单元，而不是整个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就和说手机电池包这个思维有点像，它忽视了一些关键因素。第一个就是紧急的逃生机制，就是论文呢几乎没有讨论就是电源系统失效后车门的开启机制。在小米苏7的事故里边，车门锁死呢导致乘客无法逃生，当然也可能直接就撞昏过去了啊。所以这个致命的设计缺陷没有在安全标准讨论中得到足够重视。那第二个呢，就是系统它的级别的安全冗余差真正安全的设计应该遵循什么呢？失效即安全这么一个原则，就是电源失效导致门锁就是打开，而不是锁死，你不能反过来。但是论文它没有讨论这类系统级的这个设计安全理念。第三个呢，就是极端情况的考量。电池它的标准测试呢倾向于验证正常故障下的这种安全性，而不是最坏情况下生存的可能性。所以这就是工程学上这个根本的差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电动车安全标准设计和它的思维是存在明显局限性的没有能充分考虑呢复杂现实环境下的这种极端情况。安全标准的制定呢和汽车工程师呢其实都需要转变思维，
从单纯满足这个测试指标，到真正确保这些血淋淋的极端情况下生存的可能性。那当然，在事故发生后啊，这个当时位置是在一个施工改道的区域啊，这就引发我们对于所谓地图啊这个数据和智能驾驶它的系统协同的这么一个问题的想法。现在电动车呀，通常它是配备高级辅助的驾驶系统，这类系统呢，它依赖于地图数据进行决策。那么临时道路施工改道这些信息，往往呢没有办法实时更新到车载地图系统里边，或者连到车载系统里边。所以这次事故中啊，小米苏7处于 NOA 智能辅助驾驶状态，那它的系统是不是能够就是及时的识别前方的施工区域呢？是否存在地图数据和实际道路情况不符的问题呢？这都需要深入调查。当然更深层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现行的交通法规它主要是针对传统燃油车制定的，对电动车特别是具备所谓智能辅助系统的这个监管，它是存在明显滞后的。比如说在驾驶学校，它就和实际的这个驾驶不符的。你在驾驶学校还是基于传统的燃油车，学员呢几乎就没有接受过电动车操作，特别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培训。所以呢，你学的是汽油车，开的却是带有所谓的这个自动驾驶功能电动车，那这种认知在紧急状况下，那可能会产生致命的效果。那第二个呢，就是责任限定的模糊。智能辅助这种驾驶系统它发生事故，责任它是如何确定呢？是驾驶员疏忽监管，还是系统设计缺陷呢？现在的法规对这个是界定不清的，就2秒钟是吧？那谁能反应过来呢？第三个就是安全标准的滞后。电动车的安全标准它的更新速度远远跟不上技术的发展速度。特斯拉、小米这些新型电动车品牌，它不断的推出新功能，但是相应的安全标准往往滞后数年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这样。所以这种法规和技术发展不同步的状况，就给电动车使用安全带来隐患包括各种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这些车企，它是需要加强有效合作的，不是开个会就完了。所以你得尽快完成适应这个电动智能驾驶车它行驶的这种法律法规体系。那当然了，在这次事故发生前不久在二会风光无限的我们雷司令全国人大代表、小米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带来了5个建议，主要涉及到汽车人工智能领域。但令人遗憾的是其中的一项引发热议的建议，竟然是优化新能源汽车的号牌设计。那雷军在他的建议里边提到随着年轻消费者数量增多用户对汽车外观和个性化功能拥有更多多元化的需求。比如新能源汽车的绿色号牌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汽车产品的设计效果。他认为优化号牌的颜色设计、拓展号牌智能化功能，对推进汽车消费、增加经济活力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所以关于车牌美观与否的这个讨论，和我们看到小米苏7事故中这3条年轻的生命逝去，就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让我们感到了一丝的这个讽刺。所以当电动车碰撞起火，导致乘客被困车内无法逃生的这个悲剧刚刚发生之前大家关注的这些车企领导和行业意见领袖，他们刚刚讨论完车牌颜色的如何才能好看，如何不影响车辆的设计美观。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家似乎更关心如何吸引年轻人，如何提升这个产品的外观设计，但对于提高基础安全性能是兴趣泛泛所以当美学和安全放在天平的两端，那么前者似乎获得了更多的关注。这就是当前中国汽车面临的最大的讽刺和挑战。所以我们现在回想起这个小米苏7的这个悲剧事故我们除了感叹生命的这种脆弱和无常，3个年轻的生命在一瞬间就失去了。
就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这种思考和悲痛。所以电动汽车啊正在快速发展啊，无论是能量密度不断提高，续航里程不断延长，但是它安全标准和设计理念啊就没有跟上技术的进步。所以在追求技术和创新的同时啊，我们可能忽略了最基本的这个安全。我对小米这个品牌这个不少产品还是比较喜欢的啊，我也用了不少这样的产品。但是这起事故，如果是其他品牌的电动车，大概率也是一样的结果所以我不是给小米洗地啊，就电动车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电池啊都是一两家企业生产的宁王时代、比亚迪什么的，所以小米碰上了，只能说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有网友就总结了虽然这个总结呢听着不好听，但是还是说清了现实。他说这个事故车呀，使用的就是不成熟的技术，它有不成熟的企业生产，然后让不成熟的人开着，它怎么能保证安全呢？所以无论你驾驶什么车型，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safety first 我们一定要记住安全驾驶，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距离。第二个就是了解你的车辆逃生机制，特别是电源失效的时候这个开门方式。那在购买电动车之前，你不仅要关注这个续航和性能，你还要关注它的安全设计够不够。所以在每一起这种事故都是沉痛的教训那汽油车其实也是有很多条人命堆出来的安全，现在它是安全的但是如果电动车的事故能促进我们反思和改进，那么这些逝去的生命也许呢能给我们更多的人将来的安全带来一丝希望所以到最后我们要肯定说点不一样的，是吧？那小米苏7的这个遇难者的母亲已经删除了所有的微博几乎和郑州讨房那个小夫妻是一样的。那如果有一天李听就是王志安的前妻，她删除了所有的油管视频和 posts， 你会怎么看？有这种可能吗？好的，这就是今天小米苏7安全的讨论，谢谢大家收看。你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次再见，拜拜。